Hello，大家好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年对 VPS 的一个全面调优的视频。那去年的话，当时那个脚本呢，可能还是比较偏基础。那现在的又加了很多新的调优功能，我们从性能、安全性等多方面、多维度去对你的 VPS 进行优化，更加好用。那我这边有一台机器，之前做测试用的一台机器。首先的话，大家需要运行科技 LAN 的这一个一键脚本，因为里面的功能非常丰富，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包括监控啊、建站啊、测试啊，还有性能调整工具类的，也是非常丰富的还能搭建很多面板。到这个网址我会把这个网址分享出来，去运行命令。首先，我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一键重装，因为我们很多云服务器厂商对当前你所安装的 Linux 发行版，它会有或多或少的定制和或多或少的一些调整来符合他们的运行标准它可能装一些监控装一些守护进程他们自己的一些工具。那我更倾向于用纯净的 Linux 发行版，所以我们这边选择这个来重装一下我们的系统这是非常感谢这两位大佬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我们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界面是我做的，但是我们其实调用的其实还是这两位大佬的脚本内核来为我们提供便利的重装解决方案，其实是非常全面的。滴滴重装一个Win12来为大家做全面性能调优的基准发行版这样的去搞。那你可以拿你任何的 Linux 系统的 VPS 都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的，一定是在一个测试充分的一个情况下再去投入到你的生产环境，不建议大家直接在生产环境这么搞，大家在自己的测试环境调优好，再逐步的往生产环境推进。好，那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重装了，重装需要等5到10分钟，如果你机器性能比较差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大家有点耐心。像我们之前甲骨文云，很多小伙伴说我滴滴完以后就失联了，其实你等的时间还不够长当然等了2个小时还不好的话，那肯定就是滴滴失败了，大家要注意。所以滴滴是有风险的，大家完全也可以在不滴滴的情况下进行后续的一些调优，我这边只是顺应我的习惯去这样的操作的。那 SSH 不一样的话，其实提示也是不同的，可以重新输入我们刚才重装时候的那个密码，所以大家一定要拿小本本记好别忘了，来重新安装一下。好，第一次的话，那我们需要选择 Y，OK， 选择1，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机器的一些信息。首先呢，它这个主机名很奇怪它这个是 Virtual 的机器，是Win12，内核是6.1它是一个日本机器，它的市区现在改成上海了。那我们现在13继续来操作。如果你不放心这个密码，首先你要去调整你的 root 密码，选择2，这时候你输入一个你自己熟悉的密码，它输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为了隐私保护。好，再确认一下 OK， 这样的你的密码就输入完成了。下一次登录的时候呢，那你就用你全新的密码来登录不要用这个默认的密码，因为有很多小伙伴滴滴完以后忘了这件事情，以至于2天后、3天后被人暴力破解了用你重装脚本以后，这个我的机器过2天就连不上了。那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没有改初始密码这个改初始密码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第2步，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个66一条龙系统调优，就是傻瓜式的这样的去操作。它会调哪些东西呢？首先是帮你更新系统，更新到最新，清理一些不必要的垃圾文件，设置1G 的虚拟内存，修改你的 SSH 端口，为了更加安全。5522是默认的，当然我们在后期也可以自己去改。开放所有端口的意义就是在于你刚拿到机器的时候，你要搭建一些服务，
你有可能因为端口在系统层面上未开放，或者有防火墙，导致你的服务无法访问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是新机器呢，我们先把所有端口开，随后你再慢慢的收紧这样的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方式，而不是一开始封闭了，你查问题也不方便，你都不知道，有可能就是端口的问题。开启 BBR 加速对我们网络层面上的拥堵会有一定的帮助，它是在 TCP 层面上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设置上海市区 DNS 解析，它会根据你当前的机器，如果你是海外机器的话，那它就会用1188这样的，就是 Cloudflare 加谷歌这样的一个DNS 地址。那 DNS 地址调整以后呢，你比方说你在你的服务器上，在你的 VPS 上操作的时候，要跟一些域名打交道的时候，它的解析速度会有明显的提升。那我们这边会安装一些基础的环境组件，包括我们的 Docker， 还有我们wget、sudo 这些常用的工具。然后最后一项呢是 Linux 的内核层面上的一个均衡模式的调优当然未来你也可以到对应的选项里头去单独调成你更适合的。大众化的调优思路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直接选择 Y，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都做了，这就不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手动去调整了最适合小白的一种思路。调优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点对点的进行一些调优了。你可以看一下6这个端口是什么样的。OK， 现在是5522，如果你不喜欢5522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改，只要不超过65535都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4个2，1、2、3、4，回车，那它就会帮你去修改4个2，改成4个2以后呢，那你的登录端口就发生变化了。好吧，0呢，那我们就退出。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7里面呢，我们刚才已经做了这个国内国外的 DNS 优化了，所以它现在已经是刷新过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10。如果你当前是只有 IPv4 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边就直接 IPv4 优先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想用 IPv6 的话，那你直接改成 IPv4。虚拟内存这边我们选择12去关注一下。之前的一条龙调优已经帮我们加了1024，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调成2048 2G 的这种状态也是可以的。OK， 那它就直接改掉了。当然你如果还想更大4096，你就可以自己去改。这个呢就是自定义。 VPS 的硬盘是这种 SSD 的话，那你要虚拟内存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如果你是老的那种机械硬盘的话，我建议大家给它一个1024就够了，因为它一旦占用你的虚拟内存的话，它整个机器的性能下降会特别厉害我是深有体会的。多少你得给一点，但是取决于你当前用的是什么硬盘。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硬盘的话，我建议就默认1024就可以了。因为虚拟内存当你真正用上了，你就会知道它真的很影响性能，能不用就尽量不用。但是有一些程序呢，它会监测到你需要有一些虚拟内存的容量的。还有个就是我们时区，我们选择15看一下。那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是上海，你这台机器如果是生产环境，而且你是在海外的话，那你也可以去调整到对应的国家的相关区域，那样的可能对你一些日志生成会有所帮助，保证统一的处理时间戳，而且它是秒切的我们选择1。这就是脚本的一个优雅体验BBR 加速，因为我们 Debian 的话现在是 6.1， 没有应用 BBR3 的内核。那我们想让它用到最新的 BBR3 内核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这块，直接选择 Y。前提是你的机器呢建议大于512兆，成功率会高一点，但是一般来讲大家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无脑点 Y 就可以了。因为最近几乎没人用了这个功能以后反馈说我的机器失联，之前好像是 AZ 微软云可能会出现失联，这个跟大家同步一下，那就微软云的小伙伴可能找一台新机器你可以尝试。以下说的所有的东西呢，你都先在测试服，现在你的测试环境先跑通熟悉，你再逐步的去
应用到你正式使用的机器上啊，一再强调这一点。内核更新好以后呢，它问我们是否要重启，我们选择 Y 啊，它就开始重启了。重启以后呢，那我们这个端口不是刚才改过了吗？5522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把这个端口号调一下，改成4个2啊，这样的去登录。刚才呢，其实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我以为 BBR3 开完以后，这个就失联了。其实它有些机器呢，它可能要多等一会儿，有点像是重装一样，多等了5分钟、10分钟，它就启动起来了。可能它在引导的时候会装一些什么东西。有些呢就很快，那就直接可以启动。已经用到了最新的 Linux 的内核 6.10.7 啊，是带 BBR3 的。来去看到这个版本号是相同的啊。防火墙的话，大家是服务该搭建的搭建好以后，你再去开这个防火墙。那我们选择14，看一下什么效果，这样的去安装就可以了。好，点回车，这样的就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就来到这块，它其实就是管理你的端口放行和关闭，还有 IP 的拉黑等等这些，就是会关闭所有的端口，只开放自己有用的端口。比方说我们的 SSH 我就给它开放了，那其余的端口呢，那我们都给它关闭。我们也可以开放指定的端口，选择1，然后80。它就会把80的 UDP 和 TCP 的端口都开放，80443都开放了。有什么端口你开放什么端口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18也是比较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主机名很奇怪。好，回车，我看我们的主机名就刷新掉了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主机名，我们按0就可以退出。主机名我们也搞完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软件源19啊。如果你是海外服务器的话，直接选3；如果你是国内的云服务器的话，那你可以选择1或者选择2，这个取决于你自己。那我们这边选择3啊，它是有这么多选项国家地区的软件源。如果你现在是在日本，那我们可以推荐大家选择就是离你近的区域，你的更新速度就会更快啊，我是这么理解的。你这边选择这些一路同意，它就会去刷新这个软件源的信息，就用这个软件源。因为有一些小伙伴的云服务器厂商，它提供的很奇怪的一些软件源，导致我们拉取软件包、拉取安装软件的时候呢，都会很慢。所以这个是切换软件源一个修改方式。这个呢也是小伙伴推荐让我集成进来的，支持很多的系统，包括我们的 OpenOLA， 国内的几个知名的都是支持的。还有安全方面的，我们的 Fight2Ban SSH 防御工具，这个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怕有人暴力破解我们的 SSH。整个安装使用一气呵成啊，大家选数字回车一下就可以了。它这样就安装好了。有些小伙伴呢可能出现一长串什么报错，那你重启一下服务器啊，也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边来看它的日志。一般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到登录失败的数量，这个是总登录失败的数量，下面是拦截 IP 的数量。那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的端口已经变成了非22，所以被扫的概率就会降很多。端口 SSH 没有去改，还是老的22，非常有必要使用这个工具。那如果你已经改了的话，这个工具还是能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有效果，希望能理解我的意思。这时候呢，我们可以9把它给移除。我们再看一下调优的另外一种思路 ，root 私钥登录模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顶替了这个 root 密码登录模式。那密钥的话可能会更加安全，就是禁止用密码登录，然后只用密钥登录，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设置密码直接给它清掉了，做一个文件，做一个 key 的文件。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双击进去，然后把刚才的这个复制一下，对，复制一下，以后你就拿这个密钥来登录就可以了，保存一下。好，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下回登录的时候呢，密码就没效果了。大家选择这个 key， 选择 key 以后呢，把你刚才这里面的这个 key 复制过来，粘贴到这儿。
然后点击让它保存一下，你可以这样的粘贴进来，然后这边给它一个叫测试，这样的给它起个名字，边保存。那你就直接拿这个登录，不用再用密码了，我们就可以用密钥的方式来登录了啊。那么接下来看这个修复 SSH 漏洞。如果大家26的话，说让你修复的话，你可以选择 Y。那这个呢 ，SSH 是我们日常最频繁去使用连接服务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漏洞一定要补上。你可以选择 Y 安装。LAN 的这个脚本呢，你什么系统其实都能拿捏啊，大部分主流的系统都能拿捏，除非你是特别小众的啊，拿捏不了。基本上呢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太快了，没录上。26，看一下啊。现在呢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安装了，它已经监测到我们已经是 9.8 的这个版本了，已经高于它这个区间了啊，脱离了这个漏洞威胁。那什么是红帽系家族呢？就是 Red Hat 他们这个大家庭里头啊，那对应的一些发行版，你就可以去用这个27。那我也是非常巧妙的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最新的内核版本，直接就享受 BBR3 的一个状态了啊，不是说搭便无班图能享受啊，我们红帽系列的啊同样也能享受。我们28看一下，这个是核心，会有这么多模式，根据你自己的使用场景来进行选择。如果你是网站呢，我推荐大家使用3这个，对你一系列的网络参数、性能参数进行调整。OK。是做游戏服的，那你比方说幻兽帕鲁啊之类的，你就可以选择5啊，给它调整成这个游戏模式。那如果你没有对应的需求，你的机器就是特别好，那你选择1高性能模式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吧？那这个选好以后呢，大家不要重启服务器。重启以后呢，我是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然后还原到初始系统给你配置的这个状态。你重启好以后呢，你到这块来再去操作一下啊，这样的稳妥的一种方式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去调试，根据自己的场景进行选择。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小机的话，那我建议选择均衡模式，默认模式就可以了，你甚至就不用进来都可以啊。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啊，我们又整理成了播客形式啊，让大家图文并茂的去欣赏，你也可以看视频啊，大概这一些操作你都操作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系统速度各方面快了，还是说卵用没有啊？你们自己去尝试。那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